大家好，我是阿用。那今天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我买这一台 YZF R1 的一个心路历程啊。那在原本要买这台 R1 之前呢，我原本跟车商这边订的车型是 YZF R6。那为什么我后来会把 R6 的单改成是 R1 的单呢？那这边今天就是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。OK， 那R6呢，它在2016年的这个部分，它有一个做了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改款啊。那当然，整个照就是跟现在你看到的一个现行款的一个 R6 的外观，就是一个类似跟现在的 R1 的外观，其实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造型。那你可能只能够从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外观，比如说车尾啊这个部分，然后甚至可能只能够依靠说侧边的贴纸这个地方，你才能够比较出来说它到底是 R1。R6 呢这个部分，它其实它在改款前跟改款后的引擎的这个部分，它都是用了同样的600cc 的引擎，在这个地方的动力的这个地方，并没有做大幅度的一个更动。那反倒是说它在电控的这个部分呢，它加入了新的一个第一模式，然后还有加上了 TCS 循迹防滑的一个电控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控制。那这在过去 R6 的身上是看不到的。那在过去呢 ，R6 就是实在是一个等于是非常硬派的一种车型啊。那所以变成说，它对于一个新手来说，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上手跟入门的一个车型。再加上它的转速的这个部分，在马力的峰值高达16000转。那你时时呢要在驾驭的过程当中要保持非常高的一个转速，这个是非常的不亲民。以车子来比喻的话，它其实就像是汉达的 S2000 一样，它就是你如果要维持在高转速，需要非常高的技术的。然后当你维持在高转速的时候，能够维持在高转速的这个部分的时候，车子就会开起来就会非常的好开，或是那也就是机车也就是骑起来就是非常的好骑。但是你到达不了那个转速的时候，你在骑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它会非常的没有力。对我来说当然是会有一点畏惧啦，但是这也是当初这一台 R6 非常的吸引我的一个地方。就像 MT-09 一样，它也是在油门的这个部分，在低转这个地方，它也是油门的控制也是要特别的去适应。那所以我觉得这类型的车子会让我觉得说，它的可玩性会非常的高。那后来我决定要买了 R6 了。那下单之后呢，我就开始找了一些改装品啦。那改装品的这个部分，是我让我看到了2014年的那时候 R6 的一个配色，就是它的那个轮框是金色的那个轮框。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哇，如果说我买了这一台 R6 的时候呢，那之后我希望要把它的一个外形就朝向这个2014年式的这个金框的 R6，金框黑深的这个 R6 的外形这个地方去改装这样子。那之后我就开始去看它的改装品，然后改装品看一看。然后第一个轮框这个部分，那如果你要基本上 R6 的话，它原本就是配那个铝合金的这个锻造的一个框。那这部分它是当你改装的话，你不可能说用一个比它还要差的一个改装品嘛，对不对？光是铝合金一般的轮框可能就要5-6万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。那如果再往上去看更高一阶的呢，就是锻造的镁合金的轮框，它的轮框金色的，然后呢要价就要10几万。那我就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，就觉得就让我觉得说非常的犹豫啊。那我到底要不要花这个10几万呢？然后再来是第二个点的地方是。R6 呢，在这次的改款，它当然是换上了一个新的仪表。那这个新的仪表呢，它其实是跟旧款的 R1 的那个仪表是几乎是雷同的。那这一点地方对我来说，我就觉得有点可惜，因为我其实不算是那种指针控啊，所以说在造型的这个部分，我会希望说它是一个液晶的这个仪表，我觉得说会比较符合这种新世代的一个车型的一个配备。那所以我又开始去找说有没有办法把它改成是那个液晶的仪表。然后后来我发现一个好东西，就是有那种赛道改成那种赛道式的那种通用型的液晶仪表，然后叫做 Starline。然后这个仪表呢 ，Starline DaVinci 2的话，这通用型的一个赛车仪表，那它有各种的模式可以做切换。那
这个东西它的要价其实也是不菲啊，然后可能算一算，加上说可能安装费可能也是要大概4、5万块钱，然后4、5万块钱的仪表，再加上10几万块的锻造镁合金的一个前后轮框，那加起来就将近已经快20万。那我们再回来去看那个 R6 跟 R1 的这个价钱，在2020年是 R6 这个价钱呢，它是264.8万。然后在2020年式的 R1 的价格是88.8万，在中间呢价差大约是24万块。刚刚这样算一算呢 ，R6 的这些改装品加上去，它的价格已经是快逼近了 R1 的这个价格。那更别说他们的一个马力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差异。假设呢，你用你所花费的所有的总金额，然后除以马力来算的话。R6 呢，每匹马力大约是需要花5500块的台币。那 R1 呢，每匹马力大约是4400块的台币的一个价格。然后这样算一算，就觉得说，R1 好像在这个地方的 CP 值又比 R6 又再高了一点哦。然后，所以呢，那更别说本身那个 R6 的这个动力大概就只剩大概是 R1 的这个一半。那很多人当然会觉得说，那么高的动力 ，R1 的200匹的动力，你真的用得到吗？那动力会不会太大？你会怕？那当然是，我觉得那个动力这个部分啊，现在很多车友前辈这边他们讲的那个都是人的那个适应的问题啊。那人的适应力是非常强的，然后再加上呢。R1 这个部分，它其实它有当然也是一样，跟 R6 这里有 D 模式。R6 这只有3段的一个 D 模式而已。那 R1 的话，它有4段的这个PWR 的这个模式可以切换。大概在最弱的那个模式的动力，其实跟 R6 的这个价格马力的这个部分的输出是差不多的。那所以这样看，其实我如果买 R1 的话，那我想有不要太高的动力，那我就可以能够切换到是类似 R6 这个动力，就觉得说，这样子好像还不错哦。假如我觉得 R1 动力太强的话，我可以随时可以切成 R6 的这个动力模式，这样的话我又不用怕说我没有办法驾驭它。然后更别说新的 R1， 它的那个配备的那个部分，你的琳琅满目的这些电控啊，这个部分远远的超过了 R6 它目前所有的一个新的一个电控。那像比如说像 TCS 这个部分，R6 也不过是能够分成了6段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切换的一个输出等级。但是呢 ，R1 呢硬是要比它多。那 R1 这部分它就能够分成9段的一个 TCS 这个切换。那这你就觉得，那除此之外，其实 R1 还可以做的一个电控这个部分又更多了。然后比如说像SCS 的 Slice Control System 啊，然后 Lift Control System LIF， 然后甚至说还有 R1 还有 Launch Control 这个模式。那再来呢，在新年式的 R1 的这个部分呢，它又多了 EB 的这个模式。那EB 的这个模式，它等于是就是把你的 ABS 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控制，帮你再分成了一个2段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控制，然后再是Engine Brake Management 的 EBM 的这个控制一个系统。那这边的控制系统呢，又能够去控制你的引擎刹车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调教。那所以我就觉得说 R1 这个电控整个琳琅满目这样看起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说哇 R1 的那个可玩性又更高，而且这个是 R6 是没有办法去改出来的。那因为在 R1 上面呢，它多了这个 IMU 的这个中央处理的一个单元这个系统。那多这个系统呢，它才有办法去做出这么多的一个电控的一个变化。新的 R6 呢，它的前后悬吊这个部分，它用上的等级其实也都比前一代改款的都有升级，而且甚至它其实是跟 R1 的这个规格几乎是一样的。那只有差别是说，现在2020年式的 R1 的这个部分的悬吊，那它其实还是有针对去年的改款前的这个部分小改款前的部分呢，它有做了一些的新的一个调教。那能够让它的悬吊的反应会更迅速。那这是它有针对悬吊的地方有特别做优化这个地方。再讲到快排的部分呢，R6 的话，它的快排也就只有升档的快排。那 R1 的快排的话，它有升降档的快排。
那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啦，就是我不用再去特别再去做对快排这个地方去改进退排的一个改装。那在轮框的部分呢，那基本上 R1 已经用上了锻造镁合金的这个轮框啦。那市面上你要再找到再比它更高阶的那个轮框也不容易了，因为你再往上找的话，可能就要找碳纤维的轮框这边去，那个价格又更是天价。再还有一点，那就是我们知道说明年的话，台湾的话它会有7期环保法规的上路嘛。那在7期环保法规，它对于整个车辆进口这个部分的验车的地方，它会更严格。那我们知道说 R1 的这个价格，它在2015年的价格是79.8万，然后在2020年式的价格变成了88.8万，那涨价的幅度真的是非常的多，足足涨了有9万之多。那这样原因当然就是说，我们台湾的这个验车地方，它其实是越来越困难。那因为这样的部分呢，我相信说明年7期环保上路，那假设 R1 还真的还进得来的话，那我相信它的那个价格很有可能就会再突破了90万。那所以在明年你要入手 R1 的话，我相信那个困难度会比以往要来得更高啦。我个人是认为说，真的要找到一个完整、真的没有摔过的这种高阶仿赛，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啊。然后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说我宁可去买新车，也不要去从二手车这边去挑。所以呢，整个来说呢，我就这样子算一算、想一想，然后就最后觉得说啊，那就不如就直上吧。然后所以说最后呢，我就决定把 R6 的单就是重新改成是 R1 的单这样子。那我之前有看到说有网友的这边他有留言问说那我买这台 R1 的优惠呢多少钱啊？是怎么样啊？可是其实我觉得像我今天讲的，你买一台车子，其实你要考虑到的是后面的一个保养维修的一个后勤的一个部分啦。那以我个人来说，其实我没有办法有太多的多余的时间去做车辆的一个自己的一个 DIY 的维修跟保养。那所以我觉得要找到一个好的一个店家，然后它具有很强大的一个维修的一个技术能力，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样的话，因为我就可以把车子去丢给他这边去帮我去做处理，然后我也不用担心说处理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在价格的部分其实不是那么绝对的那个重要啦，因为我觉得他车子能够去帮我去处理好，然后售后服务这边能够让我觉得满意，这个地方是比当初的优惠的一个折价是比较重要的。那像很多服务业就这样啊，1分钱1分货。如果你把人家的价格去杀到底的话，那你是打算要以后都老死不相往来吗？还是你期望说，你当初在把人家的价格砍到底的时候，后续人家会对你有多么好的一个服务吗？你说是不是？那再是R1保养这个部分呢，其实很多人会担心说，像这样子高阶的一个仿赛，它的保养费会不会很贵？老实说，其实它即使是1000cc 的车子，但是它毕竟还是一样是4缸，它所用的机油也一样是4罐的这样的一个机油，所以跟你其他的，比如说600cc 的R6的话，它也是一样是4缸，所以在保养费上面，我觉得基本的保养不会差太多。那可能会比较有感的一个差别，就是说可能是轮胎这个部分吧。那轮胎部分的话，R1的那个胎宽它用到了190mm，那R6的胎宽的话是180mm，它的胎宽稍微小了一点，所以轮胎前的这个地方应该 R1会比 R6 这地方还会再贵一点点。有人会问说，你的 R1 有打算要换成副厂壳吗？那其实我觉得，我可以接受说东西买的很贵，然后但是东西买的很贵的地方，你就是要去好好的去使用它。那如果你放在那个地方搁置不用的话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浪费。那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去买副厂壳，除非说我真的有一天我想要去下赛道，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考虑就要换成是副厂壳，然后把它全车去做那个赛车化的这个部分的改装。那但是在这之前，如果是平常在路上骑的话，我会尽量都会用我原来买的一个配备啦，因为我希望我买的东西，我就是要去好好的去善用它，去使用它，然后尽量把它给用到它的一个极致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花这个钱的部分才会觉得是一个值得的。所以呢，整体来说呢，你这样算一算
R1真的很贵吗？那如果你把这些改装品的这个差别，你再去加上去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其实 R1是相当的一个划算的一个选项啦。那所以最后呢，我才是决定说我要再签这一台 YZF R1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欢迎各位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